视頻中演講的是一個朝鮮的小孩，他喊的是我的爸爸元首，也就是朝鮮最高領導人，相當於中國的習近平。他不是在念稿，你看他的表情和語氣，至少在台上他表現得非常投入，似乎是真心热愛并擁護自己國家的執政黨。我們看着可能觉得別扭，但換個說法你就熟悉了。很多中國人管自己的國家叫祖國母親，把國家當成親人，這件事本身不奇怪。奇怪的是另一件事，和朝鮮小孩所展現出來的熱愛完全是天差地別。有一份国際研究叫全球奴隸制指數，它对各國现代奴役人口做過估算，最新一版2023年发布，数据反映的是2021年的情况。按比例算，被奴役人口最多的国家是朝鲜，全世界第一。按人数算，第一是印度，第二是中国，第三才是朝鮮。但印度有14亿人，中国官方也有14亿人，朝鮮只有2600万人。那他們現在过得怎麼樣？舉幾個例子，被派到國外的工人掙的錢最多有90%被國家拿走，護照下飛機就被收走。逃出去的女人很多被賣給中國農村的男人做老婆，一些被遣返回朝鮮的孕婦還遭受過強迫墮胎。而一個9歲的孩子可能因為爺爺犯的事被連累，然後關進政治犯營，一關10年。朝鮮人面對類似這樣的悲慘遭遇實在太多，根本說不完。一邊是台上那個孩子喊着元首爸爸，一邊是大量百姓處於現代奴隸狀態。那麼朝鮮金家政權從1948年朝鮮建國算起，到2026年大約78年，他們是怎麼把這2600萬人管成今天這個樣子的？而且從外面看還看不出來，是不是和中國非常像？在回答之前，我們先簡要認識一下這一家人。朝鮮又叫北韓和北朝鮮，它的全名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於1948年9月9日成立。朝鮮的執政黨叫朝鮮勞動黨，1945年10月10日成立，它是朝鮮實際上的唯一執政黨，其他合法政黨都處在它的領導之下。而朝鮮勞動黨的統治方式和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沒什麼兩樣，以前叫朝廷與文武百官，現在叫執政黨與黨員，也就是我們俗稱的家天下。先說朝鮮開國皇帝這一位，要注意金日成不是打天下打出來的。1945年日本投降，他跟着蘇聯軍隊回到朝鮮，那年33歲，他是蘇聯扶植上去的。當時朝鮮國內有好幾股勢力，從蘇聯回來的，從中國延安回來的，本地打游擊的，金日成在這裡面根基並不深，所以1953年停戰之後，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清人。那幾年黨內幾個派系被一個一個清洗掉，為了讓金家政權能一直傳下去，還需要一套說法，這套說法叫白頭血統。朝鮮官方後來把金日成的抗日游擊經歷和白頭山緊緊綁在一起，把這裡塑造成金家革命傳統的聖地，流着他的血就是繼承這個國家的正當性依據。1994年金日成去世，傳給兒子金正日。金正日接班後不久，朝鮮就陷入那場餓死至少幾十萬人的大饑荒。他幹到2011年去世，然後輪到孫子金正恩，他在金正日的兒子裡排老三。為什麼是他最後掌權？中間那些權謀內鬥我們今天不講他，只說結果。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突發心梗去世。13天後，金正恩被推舉為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先拿的是軍隊。4個月後，2012年4月，他接下了勞動黨第一書記和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黨政軍三樣齊了。那時候他還不到30歲。他上台頭幾年那些大規模清洗，很多研究者認為原因就在這兒，他的位置比爺爺和父親都要虛，也就是威望不夠，難以服眾，跟習近平經常搞清洗一個樣。他還改了路線，父親金正日靠的是軍隊，叫先軍政治。金正恩上台後把權力重心搬回了黨。2016年他恢復了整整36年沒有開過的黨代會。2021年他成為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同時兼着國務委員會委員長和武裝力量最高司令官，黨政軍三樣都在他一個人手上。但這裡有個問題，金正恩坐在平壤可以調軍隊，也可以撤掉一個部長，
可朝鮮有2600萬人，那些住在各個城市、鄉村裡的普通人，他到底是怎麼一個個管住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後來解密過一份1956年的報告，裡面記錄的是元山一家國營產廠，工人每個星期都要參加貿易同盟的政治學習，有些從國外回來的人員還處在秘密監視之下。也就是說，早在金日成時代，朝鮮已經開始把人一層一層鎖死在組織裡，後來又加上了一套更細的東西，叫成分。研究朝鮮成分制度最有名的人之一，是在美國國防部幹了37年的 Robert Collins， 他專門寫過一本報告，名字就叫 Marked for Life， 翻成中文差不多就是一輩子都被做了記號。朝鮮會根據一個人的家庭出身和政治背景，把人劃進不同等級，通常分成核心、動搖、敵對3大類。傳統體系下面還有更細的分類，看的也不只是你自己，你的父母、祖父母以前是什麼人，戰爭時期站在哪邊，家裡有沒有宗教背景，這些都會記錄進去。這套東西長期影響一個人能得到什麼工作，住在哪裡，以及能接觸到什麼樣的機會。當然，今天的朝鮮已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各方面管得那麼死，但成分沒有消失，光把人分好還不夠，國家還得隨時找得到你。2024年，聯合國專門調查朝鮮強制勞動時，採訪到一位脫北者，他說了一句話：朝鮮人不管到哪裡，都應該屬於一個協會、機構或者單位，其中最躲不開的一個叫人民班。北緯38度對這套制度做過專門研究。人民班是朝鮮最基層的居民組織，城市有，農村也有，所有居民都要加入，幾十戶人家一個班，往上連着地方政府和公安系統。所以一個朝鮮人下班回家，並不意味着國家就管不到他了，單位之外還有他住的那一片。而且這不是幾十年前留下來的擺設。2025年，日本獨立記者組織亞洲新聞社採訪了一名還住在兩江道的朝鮮女性。按照她的說法，她所在的惠山人民班現在管得比以前還嚴，有的地方進出要登記，班長隔1-2天就會以檢查廣播、電力、衛生這些名義進居民家裡。這個採訪只能說明他所在地區的情況，不能說全朝鮮每個地方都一模一樣。但到了2026年，金正恩本人還在公開要求加強人民班的工作，這東西一直在用，人也不能想去哪就去哪。人權觀察查過朝鮮的國內旅行制度，跨地區出行需要證明，有的旅行證明要經過人民班、公安和地方政府幾道手續，到了目的地還要向當地登記。平壤和邊境地區管得更嚴，現實裡當然有人靠塞錢繞過去，但規矩本身一直在那裡。而金正恩現在又往這張老網裡面加了一層新的東西，攝像頭。美聯社根據北緯38度的調查報道，朝鮮這些年正在學校、工廠和其他工作場所增加監控攝像頭，新版身份證也開始收集指紋和人臉照片。所以你會發現，金家要管2600萬人，並不是給2600萬人一人配一個特務，沒那個必要。從你的家庭背景到學校、單位，再到你住的人民班，這套系統已經大概知道你是誰，屬於哪裡，平時在哪裡活動。你要離開原來的地方，還得留下記錄。這就解決了第一件事，國家找得到你，但找得到不等於管得住。一個人可以每天照常上班，照常參加組織活動，表面上什麼都不說，心裡卻根本不信這一套。一個人這樣沒什麼，可如果是成百上千個人了，甚至越來越多的人都這樣，他們又發現彼此想的一樣，事情就不一樣了。不滿一旦變成交流，再變成組織，對任何獨裁政權都是危險的。所以光把人裝進這張網裡還不夠，金家還得解決3個問題，讓你盡量不想反，讓不滿的人聯合不起來，最後就算想反也不敢動。這就是接下來的3道鎖。第一道，洗腦。洗腦這個詞大家都聽過，但到底怎麼洗，其實沒那麼神秘。你想一下，我們平時判斷一件事是真是假，至少還能換個電視台，搜一下手機，看看外國怎麼說。如果你從小到大只能聽見一個版本呢？朝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思想上的先入為主。韓國統一研究院專門研究過金正恩時期的朝鮮教材。金正恩上台以後，學校新增了和他有關的政治思想課程，
教材裡有讚揚他的口號、插圖，還有他的講話。領袖崇拜不是偶爾上一堂政治課，而是正式進入學校教育，甚至朝鮮自己的制度都沒有避諱這一點。金日成、金正日的思想被放在國家指導思想的位置。到了金正恩時期，官方仍然反复要求整個社會在思想上服從領袖和勞動黨。2025年，韓國統一研究院分析勞動新聞後發現，金正恩又在明顯加強這一套思想教育。這對一個成年人來說叫政治宣傳，但對一個幾歲的小孩不是，那是他認識世界的起點。你小時候老師告訴你中國有56個民族，你不會每天回家查一遍老師有沒有騙你。小孩認識世界本來就是先相信大人，朝鮮只是把政治也塞進了這個過程。所以我們現在再回頭看開頭那個喊元首爸爸的孩子，就比較容易理解了。我們站在外面會覺得誇張，可對一個從幼兒園、學校、電視到各種組織活動都在聽同一套故事的孩子來說，金家可能根本不是他後來選擇相信的一套政治觀點，而是他小時候就被告訴的常識。但這裡馬上會碰到一個麻煩，人會長大，他會發現自己吃不飽，會發現有些官方說法跟現實對不上，光靠慣遲早會有人懷疑。所以朝鮮的洗腦其實有兩部分，一邊往裡面灌，一邊把外面的東西堵住，後面這一半可能比前面還重要。朝鮮沒有我們理解的自由互聯網，電視、廣播、報紙都受到國家控制，未經許可的外國電影、電視劇、音樂和新聞都可能成為處罰對象。人權觀察記錄，2020年以後，朝鮮又連續通過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和平壤文化語言保護法，連模仿韓國人的說話方式都被納入打擊範圍。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一個政權有核武器，為什麼會怕一部韓劇？因為韓劇最危險的地方，可能根本不是裡面有人罵金正恩，一些韓劇也壓根不談政治。一個朝鮮人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韓國普通家庭，有冰箱，有汽車，過着富裕的生活，年輕人還可以自由談戀愛。這些東西我們看起來一點都不稀奇。可如果你從小被告訴南邊的人生活得很悲慘，那你看到這些畫面以後，第一個被打破的，原來外面不是他們說的那個樣子。這種事情真的發生過。姜圭利是2023年逃出朝鮮的，他後來在聯合國講過，自己在朝鮮時得到過一個裝着韓國電視劇的 U 盤，他看完以後覺得電視劇裡看到的世界比朝鮮官方宣傳的更加可信，但他也非常清楚看這些東西要冒什麼風險。他告訴聯合國，自己的3個朋友後來被處決，其中2個人是因為傳播韓國電視劇，而且是公開處決。還有一個細節更能說明普通人在這種環境裡是什麼感覺。人權觀察2025年採訪了一批近年逃出來的朝鮮人，其中一個人回憶，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下來以後，人民班專門給居民開會，還要求他們把法律內容抄下來貼在自己家門上。過一段時間，人民班長還會過來檢查你貼沒貼，也就是說，你回到家，門上就在提醒你，什麼東西不能看，什麼話不能說，違反了規定會有什麼後果。所以對一個普通朝鮮人來說，這不是我們坐在電腦前討論的信息自由，可能就是一個10幾歲的孩子，朋友偷偷遞給他一個 U 盤，裡面有一部電視劇，看還是不看，在我們這裡，這算不上一個問題。在那裡，他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被發現以後會發生什麼，這才是這道鎖真正落到人身上的地方。他不是保證2600萬人全部相信金家，那也不可能。他做的是2件事，讓盡可能多的人從小相信，再讓開始懷疑的人很難知道牆外到底是什麼樣。所以朝鮮人不是因為比別人更容易被騙，把一个人從小放在只有一種答案的環境裡，再讓尋找第2種答案付出很高的代價，很多人都會被困在裡面。但這套東西再嚴也不可能讓所有人都信，總會有人從外來的影視媒體或者和外界的接觸裡慢慢發現官方說法對不上，到了這一步，洗腦就已經失效了。可一個人不信還遠遠不夠，他得知道還有誰也不信，敢不敢把話說出來，彼此能不能建立信任，最後能不能真的組織起來。而朝鮮接下來要堵住的正是這條路。第2道，社會原子化。
這個詞聽着很複雜。我們中文裡說社會原子化，通常想到的是人與人之間越來越不信任，內鬥互害，精致利己，各顧各的。朝鮮比這個還要徹底，國家主動插進人與人之間，把那些可能讓人抱成團的地方也管起來，讓你內鬥利己的機會都沒有。老百姓可以不滿，也完全可能知道身邊的人同樣不滿，這都不是最危險的。真正讓金家忌憚的是，這些人開始互相信任，再慢慢形成一個不受國家控制的圈子。幾百萬人各自在家裡罵，對政權沒有多大威脅。這些人一旦連起来，事情就不一樣了。所以朝鮮要切斷的是從認識、信任到最後組織起來的這條路。學術界研究朝鮮時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國家不斷介入人與人的社會關係，其中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阻止形成能夠動員反對力量的信任網絡。聯合國長期記錄的情況也是，朝鮮沒有真正獨立於國家的公民社會組織，居民反而被納入勞動黨控制的各種群眾組織。具體怎麼做到？先看你家門口。前面講過人民班，北纬38度對這套制度做過專門研究。一個人民班通常管10幾到幾十戶居民，所有人都要加入，班長和當地公安保持聯繫，負責掌握這片居民的情況。一些人民班裡還有秘密協助公安的人，私下聚會，外來人員留宿，未經批准的外出、外國影视，甚至說過什麼敏感的話，都可能進入他們注意的範圍。所以麻煩不在於所有鄰居都在監視你，而是你不知道哪個鄰居會說，甚至有些普通人自己也會被拉進這套東西裡。人權觀察採訪過上世紀從日本移居朝鮮，後來又逃出來的人，他們回憶，到朝鮮以後，當局不僅安排他們住哪裡，在哪裡工作，還要求他們監視報告身邊的人。也就是說，一個普通人既可能是被看的那個，也可能被要求去看別人。韓國統一研究院的朝鮮人權白皮書還記錄了一套叫5戶擔當制的制度。簡單理解，就是人民班下面還能繼續往小了分，幾戶人家編成一個更小的單位，再指定人負責掌握其他住戶的情況。誰家來了什麼人，平時有什麼異常，國家又多了一層了解控制的渠道。2023年通過的人民班組織運營法又進一步擴大了人民班長的權限。工作單位裡的生活總和就是定期進行自我批評和相互批評，不光說自己的問題，還得說別人的問題。聯合國2025年的報告指出，朝鮮人仍被要求參加每周的自我批評活動，其中一個作用就是相互監督。這些制度落到普通人身上是什麼感覺？聯合國特別報告員曾經在韓國見過一批剛逃出朝鮮的人，他們談吃飯、掙錢、生活有多難時都可以講，但一涉及對政府或者最高領導人的批評，報告員發現這些人普遍表現出恐懼。這個細節很重要，人已經逃出來了，可多年形成的習慣不是過了邊境線馬上就能消失。在朝鮮生活的時候，一個人最現實的問題往往不是我到底支不支持金家，而是這句話我能不能對眼前這個人說。認識很多年不等於什麼都能講，你可能知道對方也對現實不滿，可一旦話說得再深一點，誰都不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這對人與人的關係傷害很大。聯合國特別報告員還記錄過一名年輕朝鮮女性的說法，她回憶當地生活時說，生活太困難，大家更多只能顧自己。當然，朝鮮也不是2600萬人，誰都不相信誰。如果真到了那個程度，社會根本運轉不了。90年代大饑荒以後，市場起來了，國家控制之外的人際關係反而越來越多。做生意要信用，要關係，有時候還要互相幫忙。北緯38度甚至記錄過這樣的情況，有人能花錢讓人民班長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還有脫北者回憶，自己的人民班長也喜歡韓國電視劇，有時甚至會和居民一起看。所以金家並沒有把朝鮮人真的變成2000多萬座孤島。但這裡有一道非常明顯的界限，你敢跟一個人一起做生意，不等於敢跟他一起組織反抗。前者需要的是信用，後者需要的是你敢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交給這個人，還要相信他不會在壓力下面把你供出来。再往後，你們還得找到更多人，保持聯繫，有地方見面，有辦法分工。而朝鮮恰恰幾乎不給這種東西留下正常存在的空間。普通人想建立自己的組織，本身就可能成為國家注意的對象。所以社會原子化
並不是讓大家不知道別人也不滿，朝鮮人完全可能心照不宣。他真正厲害的地方是讓大家即使知道彼此都不滿，也很難從我们都不滿走到我們一起做點什麼。但這種控制也不可能100%成功，總會有人關係足夠近，彼此足夠信任，甚至真的開始商量下一步怎麼辦。到了這裡，前面的人民班、舉報、生活總和其實都已經沒能把他們徹底攔住，可幾個人敢私下商量和真的敢做，中間還有很大一段距離。因為一旦從說話變成行動，面對的就不再只是被監視、被舉報，而是這個政權真正的暴力機器。你要考慮的也不再只是自己會不會出事，還可能是被抓、坐牢、送進政治犯營，甚至牽連家人。到這裡，問題才真正變成你敢不敢動？這就是第3道鎖，最後的保險，暴力後盾，制造恐懼。前面2道鎖都可能失效，有人不信宣傳，也有人真的找到了幾個信得過的人。到了這裡，金家最後靠的東西就很簡單了，讓你知道真往前走一步會付出什麼代價。朝鮮一直有政治犯收容體系。2025年，聯合國對過去10年朝鮮人權狀況做了一次大規模回顧，採訪了300多名逃出朝鮮的人。結論是，政治犯營仍然存在，死刑適用的範圍反而擴大了。2020年以後，執行死刑的情況還有增加。這種恐懼最厲害的地方是，處罰有時候不只落在一個人身上。江澤煥後來寫過一本很有名的回憶錄，叫《平壤水族館》。1977年，他9歲，那時候他住在平壤，家境還不錯，最喜歡的東西是一缸自己養的熱帶魚。有一天，他突然發現周圍的小朋友已經知道他們家要出事了。後來保衛部門的人來到家裡，說他的爺爺犯了叛國罪，不是只抓爺爺，江澤煥、父親、妹妹、叔叔和祖母一起被送去了耀德收容所。他在那裡待了10年。江澤煥當時甚至不知道爺爺到底犯了什麼，他只是一個9歲的孩子，去收容所的時候還捨不得自己養的魚，把魚缸也帶上了。到了那裡，魚慢慢死光了，他的童年也留在了裡面。這件事為什麼重要？因為一個朝鮮人考慮要不要做一件危險的事時，他考慮的可能不只是自己，還有家裡的人。聯合國直到2025年還在要求朝鮮廢除政治犯營和所謂的連坐做法。這會把一個本來很簡單的問題變得完全不一樣。我們在安全的地方很容易問，既然這麼多人不滿，為什麼沒人站出來？可如果站出來以後，風險可能落到父母、妻子、孩子身上，這句話就沒那麼容易說了。有些人最後甚至連逃跑都要考慮這一層。2023年，有一個姓金的朝鮮男子帶着懷孕的妻子、母親、弟弟一家從海上逃到了韓國。他連已經去世父親的骨灰都帶走了。後來他告訴路透社，他擔心自己逃跑以後，父親的墳墓也會因為他成了叛徒而受到牽連。這就是普通人在這種制度下面面對的東西。你不是單純在算我怕不怕死，你還得算我做的事會不會連累無辜的家裡人，然後還有公開處決。這個東西存在的意義也不只是把一個人殺掉。1997年，國際特赦組織就已經收集到多名互不相關證人的證詞，證明朝鮮長期存在公開處決。到了金正恩時代，這種做法並沒有消失。聯合國2025年的調查確認，有人因為傳播外國電視劇等內容被處決。2026年，國際特赦組織又採訪了一批逃出朝鮮的人，他們說，有些地方甚至會讓孩子去看公開處決，把它當成警告，有些東西不能碰。你想想這個設計，如果只是秘密抓走一個人，其他人可能過幾天才聽說。公開處決不一樣，他就是要讓別人看見那條線在哪裡，也看見越過去以後會發生什麼。江澤煥在耀德的時候也被迫看過處決，他的回憶錄後來讓外界第一次比較具體的看到政治犯營裡的孩子是怎麼長大的，上課、勞動、挨餓，然後看着成年人因為所謂的罪名被處死。一個孩子長期生活在這種地方，他學到的當然不只是法律不能違反，他會知道有些事情連問都不要問。這也是為什麼恐懼不需要每天發生在每個人身上。朝鮮不可能把2600萬人全部抓進監獄，也沒這個必要。只要大家知道那些地方真的存在，知道有人進去以後消失，知道有人會被公開處死，
很多人自己就會停下來。而且近幾年，這條紅線還在加強。2026年，一個專門調查朝鮮司法暴力的韓國機構轉型正義工作組，根據880名脫北者的採訪和衛星資料，記錄到2020年到2024年間60起執行死刑事件，涉及148人。他們也提醒，這不是完整統計，但和聯合國所說的疫情以後處決增加是同一個方向。所以第三道鎖說到底並不複雜，前面兩道是讓你不容易走到反抗那一步，到了最後這一步，金家要讓你明白，就算你真的走到了這裡，後面還有監獄、勞改、處決，甚至家人和親戚也得被連坐。所以站在外面問一句，朝鮮人為什麼不反抗？其實很容易。很多朝鮮人不是不知道自己過得不好，也不是天生比別人膽小，只是我們說反抗2個字，成本是一句話，對他們中的一些人賭上的可能是自己和一家人的命。到這裡，普通人這一邊基本就解釋清楚了，但金家真正要防的還不只是2000多萬普通百姓，因為老百姓不掌控暴力系統和指揮大腦，也就是沒有軍隊、警察和情報系統，真正有能力把金正恩趕下台的人其實就在他身邊，其中將軍和高官、安全部門的頭头，這些人才有槍有組織。要是聯合在一起推翻金家怎麼辦？那問題就來了，金家又是怎麼把這群最有能力夺權的人也管住的？首先第一層就是不能讓任何一個人把發動政变需要的權力全攥到自己手裡。朝鮮軍隊從來不只是將軍管將軍，在軍事指揮系統旁邊一直還有一套黨的政治系統，這套東西很早就有，美國中央情報局解密的朝鮮戰爭時期材料裡已經能看到人民軍裡的政治副指揮官和政治幹部。今天這套體系更完整，人民軍有總政治局，下面一直鋪到各級部隊，軍事主官負責帶兵，旁邊的政治幹部代表勞動黨，管思想和組織，也盯着這支部隊到底忠於誰。所以一個將軍手下有幾萬人，不代表這幾萬人就是他的私人武裝，部隊裡還有另一條線。2025年，金正恩到金日成政治大學講話時說過一句話，沒有思想的武器不過是一堆鐵，這所學校培養的就是軍隊裡的政治幹部。這句話其實已經把金家的想法說透了，槍當然重要，但拿槍的人聽誰的更重要。可政治幹部也是人，萬一軍事主官和政治幹部私下串到一起呢？所以軍隊裡面還有軍事保衛系統，它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盯軍官，防政變。高級軍官平時和誰來往，有沒有異常活動，一些通信甚至家屬情況都可能進入監視範圍。於是一個朝鮮將軍坐在軍營裡，旁邊並不只有自己的參謀，有軍事指揮線和黨的政治線，還有軍內保衛系統。他們雖然待在同一支軍隊，卻不完全走同一條指揮線，這就很麻煩了。一個將軍真想搞事情，首先得搞清楚身邊哪些人能跟他幹，哪個政治幹部會不会當天就把消息報上去，保衛系統裡面有沒有人已經注意到自己。而這種猜拳不只發生在軍隊，朝鮮還有國家保衛系統、公安警察系統、軍隊自己的保衛系統，以及負責最高領導人安全的護衛系統。這些機構各管一塊，職責又有交叉。金家的辦法不是挑一個最忠誠的人，把所有安全權力都交給他，恰恰相反，誰都不能拿到完整的一套。因為一個人如果同時掌握軍隊、情報、警察和首都安全，他保護金正恩的時候當然很好用，但有一天他真想換掉金正恩，同樣很好用。所以這些權力必須拆開，甚至真到了有人把部隊調動起來的那一天，事情也沒有結束。平壤周圍還有負責最高領導人安全的護衛力量、首都防禦力量和其他武裝部隊，他們也不是全捏在同一個将軍手裡。一個軍官就算真的能帶走自己的人，也不能保證其他有槍的人會跟着他，很可能他剛動，另一支部队已經站到了他的對面。這套辦法當然有代價，軍隊的指揮會變複雜，監督的人多，系統也多，真打仗的時候不一定是好事。但對金家來說，這筆賬不難算。軍隊效率差一點還能接受，要是整個軍隊能被一個將軍輕易帶走，那才是真的要命。而且這套東西不是只存在於紙面上。90年代中期就發生過一個很典型的事件，當時金日成剛剛去世，金正日接班不久，
大饑荒又開始惡化。朝鮮最東北的青津駐着人民軍第六軍團，這不是一支小部隊。根據後來脫北者口述和外界掌握的資料，第六軍團下面有多個師、炮兵和其他部隊，規模達到數萬人。問題慢慢出在軍團高層。調查記者 Barbara Demick 為了寫《我們最幸福》，長期採訪過很多當年生活在青津的朝鮮人。當地一直流傳一種說法，第六軍團準備造反。這個說法到底有多少是真的，到今天也沒有完全查清。作者自己的判斷更謹慎。當時大饑荒越來越嚴重，第六軍團靠近中國邊境，軍方高層開始介入貿易和走私，慢慢有了自己的錢、自己的關係，也越來越不完全依賴中央。另外一些脫北者的說法更加嚴重，他們稱軍團裡一些軍事幹部、政治幹部，甚至地方黨政和安全系統的人已經聯合到了一起。如果這些口述大體屬實，那金正日面對的就不再只是一個不聽話的軍長，而是一個軍團正在形成自己的關係網，有兵、有錢，還有地方上的人。後來平壤動手了，第六軍團高層遭到大規模調查和清洗。關於到底處決了多少人，誰具體參與了什麼，不同脫北者和研究者說法並不完全一致，這部分沒辦法當成已經徹底查清的歷史。但最後的結果是確定的，第六軍團被撤銷了，原來的指揮體系被打散，所屬部隊重新調整和編制，這個軍團的番號也從朝鮮人民軍裡消失。這裡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到底有沒有一份已經寫好的政變計劃，而是金家怎麼處理這種風險。他沒有只抓一個人，再換個軍長繼續用原來的班底，整個可能形成獨立力量的權力網絡被拆開了。更有意思的是，當時的第六軍团司令金永春沒有跟着倒下，後來他反而一路升到人民軍總參謀長，最後進入朝鮮軍隊最核心的權力圈。一些脫北者材料和朝鮮權力研究認為，他在第六軍团事件中站到了金正日一邊，幫助中央發現或者處理了問題。所以这件事留給朝鮮高層的信號很清楚，金家可以給你兵，可以給你位置，但不會把所有東西都交給你。有兵的旁邊有人盯，有情報的未必能調兵，幾個系統之間想串起來，也隨時可能有人先把消息送到上面。發動政變需要一整串鑰匙，金家從來不把整串鑰匙交給一個人，這就是第一層，先把權力拆開，不讓任何一個人真正做大。但問題還沒完，如果一個高官每天只覺得自己被監視、被防着，手裡的權又隨時可能被拿走，那這套體系遲早會變得人人自危，搞不好什麼時候會狗急跳牆。所以金家不僅要讓他們不敢反，還得讓他們覺得只要繼續忠誠，留在這個體系裡，自己能得到的東西遠比失去的多。所以接下來就是第二層，用利益把高層綁在金家身上。朝鮮的高層和普通人過的本來就不是一種生活，平壤的居住資格、更好的住房和學校、進口商品、出國機會，這些東西對核心階層更容易得到。2026年出版的 Privileged but Powerless， 作者 Jen Beck 花了数百小時採訪從平壤出來的朝鮮精英。他發現這些人的確擁有普通朝鮮人沒有的物質待遇，但這些東西和一個人在體制裡的位置緊緊綁在一起。有一本朝鮮人的回憶錄把這種差別寫得很直觀。作者金柱勝曾經是朝鮮作家協會成員，在朝鮮生活了28年。他回憶，當年一個普通幹部或者模範工人，如果在金日成、金正日視察的時候被選中見面，甚至有機會和領袖說幾句話，回來以後待遇都可能跟着變。一張和領袖的合影掛到家裡，當地黨組織就會對這個家庭另眼相看。升職可能快一點，住房可能好一點，按照他聽到的最高級別獎勵，甚至包括遷入平壤、住進高級公寓和得到一輛奔馳。所以在朝鮮，高層追求的不是一個抽象的政治地位，位置本身就能換成一家人的生活。但這裡還有更重要的一層，高官得到的不只是國家發給他的房子、汽車和福利，更值錢的是那個位置讓他有資格接近普通人碰不到的資源，外匯、貿易、進口商品、稀缺物資，甚至一些可以產生額外收入的權利，都集中在少數部門和幹部手裡。坐到那個位置上，不只是工資變高了，你進入的是另一套資源分配系統。
這一點連美國政府在制裁朝鮮時都公開說得很直白。美國財政部長期追蹤朝鮮的39號室，這個部門負責替最高領導層管理外匯和秘密資金，其中一項用途就是購買和分配奢侈品。美國財政部在2010年的文件裡直接說，朝鮮領導層會用金錢和各種特權安撫精英和軍方，以維持他們的忠誠。這也是為什麼朝鮮那麼窮，聯合國卻一直要專門禁止向他出口奢侈品。普通人缺的可能是糧食，高層的世界裡卻有汽車、名酒，甚至完全不同的住房和教育條件。對於一個將軍來說，一輛進口汽車本身當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這輛車代表他現在還在圈子裡面，而且真正的利益也不一定非得由金正恩親手賞下來，官位本身就值錢。2026年的貝塔斯曼基金會轉型指數在評估朝鮮時提到，一些黨政職位甚至可以通過行賄獲得，因為某些位置能帶來更多收入和收受贿赂的機會，公安、司法等部门尤其吃香。所以对一些幹部来說，職位不是一張名片，它既是飯碗也是接近资源的门票。你坐在那個位置上，家庭住在哪裡，孩子能進什麼學校，能接觸哪些商品和機會，甚至一家人以後能不能繼續留在這個階層，都可能跟着變化。前朝鮮駐科威特代理大使柳賢宇就是這種體制裡出來的人，他出生在平壤，做過外交官，也住過高官集中的住宅区。他後來接受採訪時承認，朝鮮高層確實享有普通人沒有的待遇，但他同時形容高官其實已經一隻腳踏進地獄，因為位置越高得到的越多，失去位置以後能掉下去的也越多。這就讓朝鮮的高官陷入一個很現實的處境，他得到的很多東西並不真正獨立於這個政權，位置還在，資源就在，位置沒了，住房、機會、孩子的前途，甚至整個家庭的地位都可能跟着变。所以一個高官如果想反金正恩，他賭的不只是自己的官位，他還得賭自己一家已經擁有的生活。更何況推翻金家以後，新的掌權者會不會繼續承認他現在的地位，誰也不知道。而只要留在現有體系裡，他至少知道怎麼玩。君貝克採訪的平壤精英裡就出現了這種情況，私下可能有怨氣，公開場合卻繼續表現忠誠。他把這種狀態叫做 fan fealty， 不一定真的熱愛領袖，但仍然把忠誠表現出來，因為自己的位置、待遇和安全都在這套體系裡面。所以金家對高層的利益綁定並不是簡單的給錢收買，他把官位變成資源，把資源再变成一家人的生活。只要一個人在這套體系裡爬得越高，他能夠失去的東西往往也越多。當然，這也不能保證所有精英永遠留下來。前駐英國副大使泰永浩，前駐科威特代理大使柳賢宇，包括曾經替39號室工作的高級經濟官員李正浩，最後都逃了。李正浩在朝鮮中央機構工作了大約30年，還獲得過勞動英雄稱號。可金正恩上台後的高層清洗，讓他看到身邊的人不斷出事。2014年，他最終帶着家人逃走。這也說明利益不是萬能的，所以金家還需要最後一層。利益能讓很多高官留下來，但他有一個問題，人會算賬。當一個人覺得繼續忠誠得到的東西已經不如反過去可能得到的多，利益就不一定攔得住他，尤其是那些已經掌握軍隊、情報或者安全系統的人。所以金家不能只讓高層覺得跟着我有好處，還得讓他們知道真要背叛，代價可能大到根本賭不起。這就是最後一層。第三層就是不斷換位置，再用少數重罰鎮住所有人。前面說了，金家不能讓一個高官把權力慢慢攒成自己的東西，可權力這種東西有時候並不是一開始就很大。一個人在同一個位置待10年，手下的幹部是他提拔的，地方上的關係是他經營的，時間一長，本來屬於職位的力量就可能慢慢變成屬於他自己的力量。所以朝鮮高層有一個很明顯的特點，位置經常換。金正恩刚上台那幾年尤其明顯，人民軍總參謀長、人民武力部長、軍團長這些重要職位不斷調整。到2025年，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一次會議又換掉多名軍團長、炮兵幹部、政治幹部和軍事保衛系統負責人。2026年第9次黨代會以後，高層又進行了一輪明顯的換代。但朝鮮的人事變化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被撤掉不一定
就完了。有些高官今天被降職，過一段時間又回来。朴正天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一度做到中央軍委副委員長，是朝鮮軍方最核心的人物之一。2023年初，他突然被撤掉重要職務，官方沒有解釋原因。沒過多久，他又重新出現在金正恩身邊，到了年底，再次當上中央軍委副委員長，掉下去又爬回來。這對高層釋放的信號其實很清楚，你被撤職以後，最划算的辦法不是翻臉，是繼續等，因為只要還沒有徹底出局，重新把你拉回來的還是金正恩。於是降職本身是處罰，復職又變成一種獎勵。一個高官的位置是誰給的？什麼時候拿走？什麼時候再還給他？最後都掌握在最高領導人手裡。這比單純把人殺掉好用得多。大多數人根本沒必要殺，讓他掉下去一次，他自己就知道位置到底是誰的。但如果一個人已經不是位置坐久了這麼簡單，而是真的開始形成自己的勢力，事情就完全不一樣了。最典型的就是張承澤，他娶的是金日成的女兒金正日的妹妹金敬基，也就是說他是金正恩的親姑父。金正日去世以後，張承澤又被普遍認為是幫助年輕的金正恩接班穩定政局的核心人物之一。當時外界甚至長期把他看成朝鮮僅次於金正恩的人。2013年12月8日，勞動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承澤就坐在會場裡，警衛突然進來，當着朝鮮最高層所有人的面，把他從座位上架走。朝鮮中央電視台後來連這張照片都公開播了。4天以後，朝鮮宣布張承澤已經被特別軍事法庭判處死刑，並且當天執行。這是朝鮮自己公布的。官方給張承澤列出的罪名很多，其中最要命的一條就是拉幫結派，建立自己的勢力，企圖奪取最高權力。他到底有沒有真的準備發動政變，外界到今天都無法完全證實。但對金正恩來說，有沒有一份已經寫好的政變計劃，可能都不是最重要的。真正危險的是，張承澤已經擁有了自己的一批人，他在黨內經營多年，掌握重要部門，身邊有長期跟隨他的幹部，這已經碰到了金家最忌諱的東西，一個最高領袖之外的權力中心。所以張承澤倒台以後，受到處理的不只是他本人，他周圍的一批幹部也被調查或者調離，原來依附他的權力網絡被重新整頓。這件事給朝鮮高層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因為張承澤不是一個邊緣人物，他是親戚，是元老，還幫助過金正恩接班，連這種人都保不住自己。當時坐在會場裡的那些高官，看見張承澤被嫁出去以後，真正需要想的不會是要不要替他說話，而是我跟他走得近不近，我提拔的人裡面有沒有他的關係，接下來會不會輪到我。這才是這種重罰真正厲害的地方。殺掉一個張承澤，鎮住的不是一個人，是整個高層。而金正恩也不需要天天殺人。事實上，很多被撤職的幹部後來都重新出現過，大多數時候他靠的是調動、降職、復起。真有人把自己的關係網經營到威脅最高權力的時候，才會出現張承澤這種處理。所以這一層真正的玩法不是不斷殺人，而是位置可以給你，也可以拿走。掉下去以後，你還可能回來，只要你繼續證明自己有用，繼續忠誠。但如果你開始把這個位置變成自己的地盤，連周圍的人都慢慢变成你的人，那就不是換個職位這麼簡單了。前面的第6軍團也是這樣，張承澤也是這樣。所以到了這裡，朝鮮高層的3層控制就完整了。先把權力拆開，不讓你湊齊政變需要的東西，再用職位和資源把你綁在體制裡面，最後不斷換人，讓任何人都很難把官位經營成自己的地盤。真有人越過那條線，再用一個人的下場提醒剩下所有人。到這裡，金家3代怎麼把朝鮮管到今天，基本就說清楚了。他們就這樣統治朝鮮將近78年，是不是感覺很熟悉，和放大版的中國有點像？沒錯，統治的根本邏輯就是一樣的。我們今天坐在外面看，可能會覺得視頻開頭那個喊元首爸爸的孩子很荒唐，可他只是一個孩子，他出生的時候，這套制度早就已經在那裡了。學校教什麼，電視播什麼，身邊的大人什麼話敢說，什麼話不敢說，都不是他能決定的。
等他長大以後，也許有一天從一部韓劇、一個 U 盤或者某個接觸過外面的人那裡，第一次發現原來外面的世界和以前聽到的不一樣。可知道以後呢？這句話能跟誰說？誰真的信得過？真要往前走一步，自己和家裡人又要付出什麼代價？這些問題我們坐在這裡回答很容易，對生活在裡面的人，這是每天都要面對的現實。所以我不太想問朝鮮人為什麼不反抗？朝鮮人天生配得上這樣的苦難嗎？朝鮮人就活該嗎？朝鮮人就命賤嗎？我更想留一個問題，如果開頭那個孩子就是小時候的你，你覺得你能發現真相嗎？假如你僥倖發现真相後，你又能怎麼辦？你又會怎麼辦？視頻最後，我祝願朝鮮人民以後一路好運，早日結束金家獨裁統治，重獲民主自由，過上美好的生活。對於已經生活在民主國家的人，也希望大家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一切。至於我的家鄉中國，我也希望中國早日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實現民主自由，也希望中國的後人永遠記住幾代中國人曾經付出過怎樣的代價，記住這些苦難，也別再讓它重演。